带土的万花筒怎么用都不瞎，又省着用，能用9年，佐助怎么就拿了个试用装？万花筒的寿命长短其实并不能单纯的用铸剑细胞来解释，不同眼睛的副作用和使用方式也是关键。鼬在使用万花筒后，眼睛不停的抖动，这是阅读的副作用，一般人不注意还真看不出。在使用了天照后，急忙撤退，鼬的眼眶也变成了阴影，这种痛感的副作用鼬都是可以承受的。随着鼬使用阅读和天照的次数慢慢增加，眼睛的副作用日积月累，久病缠身。在和佐助决斗时，鼬的视力已经明显下降。从须佐能乎的2把灵器来看，鼬在和佐助战斗前肯定使用过不止一次须佐能乎，只是很少开，不然黑爵看到后不会那么吃惊。开启须佐能乎时，鼬的眼睛已经呈现黑白色，基本上就是在瞎的边缘。在时间上已经过了9年，可以得出鼬使用眼睛的方式是看情况使用万花筒，使用过后会休息，基本上不开须佐能乎。佐助第一次使用万花筒能力是在和八尾一战中，当时佐助同时使用了天照和家具土命，因为第一次使用2种万花筒的能力，副作用让佐助痛到睁不开眼睛，但天照和家具土命的副作用，佐助很快就习惯了。在无影会谈时，双眼的配合让人眼前一亮，这时候佐助觉醒了万花筒的第3种能力须佐能乎。在无影会谈时，佐助只用了第1形态，副作用也仅仅是浑身细胞疼痛。在和团藏一战中，佐助的须佐能乎进化到了第2形态，战斗中佐助的眼睛并没有丧失太多视力，甚至还能够清晰地看到团藏闭上了几只眼睛。在杀死团藏后，佐助再次开启了须佐和卡卡西战斗，这时候佐助万花筒的副作用瞬间爆发，视力直线下降，眼睛开始出现重影，上一秒还傲娇说不用鼬的眼睛，下一秒就赶紧让带土换上。从开启万花筒用到快瞎眼，也就短短几集，在火影的时间中也就只有几天。佐助用眼的方式是刚开就疯狂使用，不休息，眼睛经常出血，长时间开启须佐能乎。带土的写轮眼之所以耐用，有以下几个原因：第一是大家公认的铸剑细胞，作为火影最能背锅的能力，解释不清就甩给铸剑细胞就对了。铸剑细胞可以让写轮眼冷却缩短，减少写轮眼的副作用，增加查克拉量等能力。带土的万花筒在该细胞的加持下，理应变得更加耐用。第二则是每个写轮眼的设定和副作用都不同。带土的眼睛发动神威并不需要聚焦，发动神威时也不需要开启万花筒，当然也有可能是前期为了隐藏带土的身份。如果和卡卡西图案一样，还猜什么面具男是谁啊？公式书中说神威的背痛穿透能力是无意识的，再加上班说过二勾玉的带土在濒死时爆发的潜能就是穿透，所以也有可能带土的虚化能力真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，不需要开启万花筒就可以触发。从卡卡西的眼睛来看，进攻神威的副作用本来就很小，更别提本身就是宇智波，并且是防御神威的带土了。第三，带土并没有过多消耗眼睛耐久的能力，带土的吸收本质还是扭曲自己的身体，和阅读、天照、进攻神威这种直接攻击的瞳术不同，并且带土从来没有使用过须佐能乎，加上从小养成了滴眼药水的习惯，让自己的眼睛变得比其他人耐用。第四，一颗眼睛的消耗速度比2颗要小，双眼神威转移速度更快，并且虚化的时间也会增加，而单眼神威转移速度会变慢，虚化也只有5分钟，所以单眼状态下理论上消耗也会降低。带土在天之狱中寻找佐助，在铸剑细胞、阳之力、六道之力、百毫之术等加持下，使用双眼还是会大出血，副作用明显。带土的使用方式是只用1只眼，长期使用被动能力，从来不用须佐能乎。所以最损害万花筒视力的能力就是须佐能乎。鼬在开启须佐能乎之后，眼睛很快就呈现了黑白色。佐助长时间开启，新的眼睛马上就用坏了，而带土从来没有开启过须佐能乎，且本身眼睛的副作用就没有天照阅读大，眼睛故而要比他们消耗的慢，加上铸剑细胞的增益 buff， 所以才会给人营造出万花筒当成了永恒万花筒来用的感觉。